美国卫星意外发现，正是一种恐怖的末日武器已经问世。一枚能杀死200万人的核鱼雷究竟是什么？它将如何令北约活在恐惧之中？据美国海军研究会报道，近日美国的侦察卫星在俄罗斯海岸意外拍摄到了不寻常的一幕。在一个俄罗斯海军军港内，一艘基洛夫级巡洋舰紧挨着一艘核潜艇。根据识别，这艘核潜艇是俄罗斯最新型的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同时也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核潜艇。在巡洋舰与核潜艇左侧停靠着一艘船，根据标识，这艘船是俄罗斯院士号破冰船。而美国人正在关注的重点却是院士号破冰船上的一样物品。美国人判断，这样物品便是俄罗斯最新研发的波塞冬核动力鱼雷。2018年3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中，高调对外展示了6个俄罗斯新型战略级武器，其中就包括了波塞冬核鱼雷。这也是波塞冬核鱼雷首次被证实。而根据流出的资料，西方军事专家判断，波塞冬核鱼雷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鱼雷，而是具备自主行动能力的无人潜航器与导弹头结合的一样新式武器。并且西方军事专家在分析后还得出了一个恐怖的结论：波塞冬核鱼雷由2个部分组成，前面是核弹头，后面则是依靠核动力来驱动的本体。这使得这枚鱼雷射程达到1万公里，速度达到200公里每小时，并且可下潜1000米深度。而波塞冬核鱼雷的任务便是直接打击敌国沿海经济带。据获悉，这枚鱼雷可以在敌国近海岸海底引爆，释放出巨大的能力，并能产生高达400米的海啸，并将150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生物全部冲走。此结论一出，整个西方都是一片哗然。俄计划在2027年正式服役这种核鱼雷，届时4艘核潜艇上部署32枚波塞冬核鱼雷，2艘配备北方舰队，另2艘装备在太平洋舰队。这种核鱼雷除了对付沿海城市，还能针对航母战斗群以及海军基地，由核潜艇搭载，并且射程达到1万公里，意味着北约国家每一处海岸都是其打击目标。就拿美国为例，美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基本都是沿海城市。美国专家预估，如果这枚核鱼雷在美国东海岸引爆的话，能瞬间杀死200万人。那么为何波塞冬核鱼雷有如此惊人的威力呢？波塞冬核鱼雷全长24米，直径1.5米，个头要远超其他鱼雷，甚至比俄罗斯自家的白杨 M 与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都长。这意味着波塞冬可以携带足够当量的核弹头。据获悉，波塞冬能携带1000万吨 TNT 当量核弹头，而这种情况下又能造成怎样的破坏呢？1952年，美国在珊瑚岛海域引爆了世界上第1颗氢弹，其当量就是1000万吨，它是当年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威力的500倍。这颗氢弹爆炸后，太平洋上的伊鲁吉拉伯岛被夷为平地，并产生一个宽1.9公里、深度为50米的大坑，而爆炸产生的蘑菇云升到了37公里的高度。试想一下，同样的破坏力，如果放在近海海底会怎么样？如同海底地震引发海啸一般，波塞冬核鱼雷会将海底炸出一个巨大的坑洞，大量海水会倒灌，但紧接着在惯性的作用下，巨量海水又会堆积成巨浪冲向海岸，以此引发大海啸。而400米高的海啸将会吞噬沿海的一切。更可怕的是，这样的鱼雷几乎100%无法被拦截。现有的陆基防御体系基本上都是以大气层作为防御范围，而波塞冬核鱼雷行驶在海底，陆基导弹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并且波塞冬深度达到1000米以及200公里的时速，这意味着深水炸弹或者反潜鱼雷也无法进行有效拦截。但毕竟鱼雷并不是核潜艇，海底地形又是复杂多样，这枚鱼雷发射出去后，又要如何保证能找到1万公里外的目标呢？早期传统鱼雷依靠惯性制导，简单来说就是让潜艇接近大型船之后，用潜艇舰员测准方向，然后朝着目标方向来发射鱼雷。不过到了后期，随着雷达技术的提升，各国反潜手段也增加了，再加上超视距概念的推广，基本上潜艇很难再接近目标。
那么就需要潜艇在敌方找到自己之前就把敌方摧毁。于是鱼雷有线制导应运而生。简单来说，就是鱼雷发射时有一根导线连接着鱼雷与潜艇，而此时的鱼雷也被当作为侦察设备使用。当潜艇船员通过鱼雷上的声纳装置找到敌方舰船，然后潜艇切断导线，让鱼雷向声源方向发动进攻。这种方法使得鱼雷的精度以及潜艇安全性都有所提升。但是随着反潜机在反潜作战中运用，反潜范围往往能扩大到上百公里，有线制导的方式也开始不适用了。由此又诞生出鱼雷自主制导。所谓的自主制导，便是给鱼雷的弹头上加装具备自主巡航的弹体。此时的鱼雷其实就与无人潜航器的界限很模糊了。通过弹体的探测设备，鱼雷在很远的地方发现敌方舰船的痕迹，并将数据传输给总部，而确定目标后即能发动攻击。此外，现在还有一种智能鱼雷，它可以辨别敌我船只声纳信号，只对特定的船只发动攻击。这种智能鱼雷可以在海底长时间潜伏，增加隐蔽性。但上述鱼雷的制导方式对于波塞冬核动力鱼雷却又不完全适用，毕竟波塞冬的射程可是达到10000公里，而且是在1000米的海底，海底地形又极其复杂，只要出一点差错，鱼雷就会离目标相差108000里，任何单一的制导方式都是不行的。那么波塞冬又是如何工作的？首先，在如此长的距离下，波塞冬必然需要自主制导，而要探清海底复杂地形，还需要俄罗斯导航卫星以及核潜艇水下监控的配合。目前，俄罗斯建有自己的格洛纳斯导航卫星系统。此外，波塞冬的速度也要远快于大多数鱼雷，因此在自主制导外，可能也采取了惯性制导加末端制导的方式。这一点与中国的东方26反舰导弹类似。同时，这也使得波塞冬具备打击水面航母的能力，而在接近目标后，核鱼雷将采用被动声纳来精确定位打击目标。另外，也有资料写到，为了在深海保持长时间高速行驶，波塞冬核鱼雷还采用了一种超空炮技术。简单来说，就是水下物体的时速超过185公里时，其尾部就会产生巨大的水蒸气沟，也就是物体和水之间会产生水蒸气层。物体周围也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气体空腔，这样就会促使物体在水下的阻力减少。早在冷战时期，苏联研究人员就发现了这种现象，并将这种现象应用于鱼雷研制中。像苏联就花费10年研制出时速超过370公里的暴风鱼雷。我们有理由相信，波塞冬也借鉴了暴风鱼雷的这种技术。可以预见，波塞冬核鱼雷的问世将成为俄罗斯压箱底的武器，给西方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如今的俄罗斯在核战略武器上依旧能让北约胆寒，而要阻止波塞冬，恐怕唯一的方法便是在这枚鱼雷发射之前就掌握俄罗斯核潜艇的一举一动。但俄罗斯核潜艇技术同样不输美国，恐怕波塞冬问世后会让美国头疼很久。